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那现在美国已经迎来了炎炎夏日，与此同时，那著名的美加墨2026世界杯也在美国这个隆重拉开。我是老球迷，20年的老球迷了，所以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非球迷。我其实不懂球。但是我就凑热闹，跟大家看，好吧。世界杯都年敢在我面前说老球迷，老石山是40年，有吗？我开始迷足球的时候大概10岁，我今年已经过60了。哦，那50年老球迷。我想问你，为什么会迷上足球呢？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呀？你把我们俩问住了。你怎么跟韩复榘的那个问法？那打什么篮球？那么一人发个球不就完了？讲什么呢？就我小时候是在广州长大，广州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就是踢球的风气挺浓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就2个城市踢足球，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大连。对，好像中国2个最好的俱乐部也在这个地方。对，以前是广州云南白药，那还没有恒大的事儿呢。对，那最早的时候，那我们疯足球的时候，我是看1978年世界杯，那时候刚有电视。世界杯是那个谁，那个贝利还在，是不是？没有，那是阿根廷。对，阿根廷拿的风之子马拉多纳。对，叫什么？卡尼吉亚？贝坎尔是叫什么？我都忘了那名字了。这么小黑白电视，一帮人挤那儿看的可激动了，凳子踩坏好几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才10几岁，然后天天就说，哎呦，我是什么多少号，怎么这样那样。我记得那时候马拉多纳才16岁，他都没上场资格，但他已经是阿根廷国家队的成员了。对，就是在中场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中场的时候，他出来在那儿颠球，我们全看颠了。我说这是踢球，这魔术吗？这是那种啊，太厉害了。那个时候，我对足球记忆是我们那时候上初中、高中嘛，那时候还什么德国3驾马车，荷兰3剑客，德国是德国那个后来当教练那个克林斯曼啊，比埃尔霍夫啊，对我记不住名字，反正是什么马拉多纳，就这些人，还有那个贝克汉姆。对，所以我对足球的印象就是一帮人，就是大家大人爱看，身边很多朋友爱看嘛，大家一块凑热闹。对，特别喝着啤酒看着球。对，那个也是一个那时候有一次，那时候80年代啊，到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爹就喜欢看足球。他就是有一次正看世界杯呢，电视坏了。你说80年代家里买个彩电，20寸的。还是21寸的什么的，巨大，很大，很厚的那个，很厚那个，对，买个坏了，他受不了了，转头上街又买了一个，给我妈把他给骂的，说我们家有电视贵了，电视很贵的，那上千块钱，你一个月工资也就100多块钱，一个电视2000多，你想想，对啊，2年工资。2年工资呢，那个不得了。你爸挺有钱啊，反正他这又弄了一个，最后就搞得我们家有2电视，那很厉害。我记得小时候谁家我们那个湖就是整个那个大院里啊，谁家有电视的，一到傍晚的时候，小朋友全去他们家。对，看动画片看什么那个贾里森敢死队啊，那些从美国进来那些什么霍元甲呀，后来我们那有个邻居，就是我还没上大学的时候，我79级嘛，还没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家刚买一个大彩电，最后不胜其烦，就搬到走廊里。你说那时候都是大空走廊嘛，搬到走廊那个头那儿，完大家没事就一人搬个凳子在那看，这边变成福利了，整个全这个走廊里坐着全是人。对，那看，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看足球，那还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后来。当然，其实我们小时候也踢，我中学也踢，大学也踢，反正都在校队儿，一直在踢。那很厉害，校队儿。这也不是我们在中国那个比较业余一点了。尤其我们就到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班有30多个同学是吧？见过足球的15个，踢过足球的6个。就大概是这样，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普及的情况。79年你刚经过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对。哎，你说到现在这个正在举行的这个世界杯啊，最近的这个赛况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稍微
讲一讲，你们觉得这次这小组赛基本上快打完了，小组赛结束，基本上能看出个端倪来了。你觉得最大的让你印象最深的亮点是哪些？福德角。福德角确实不错，我那是非得支持他不可。大黑马是吧？对，大黑马，大家都喜欢 underdog， 我也支持福德角。对 underdog， 对，昨天那个还有那个委内瑞拉外面那小岛叫什么？库拉索。克拉口，对，中文叫库拉索。那个人更少，那人口就16万、15万，他们也进世界杯，我简直是我觉得中国多丢脸。作为中国人，10亿人，作为一个前中国的资深球迷，我是惭愧的五体投地。对，我太太还问我说，中国为啥没进呢？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释？中国就是除非主办世界杯，不然你就别想看到它了。但是这个，你知道这个现在国际足联啊，之所以不停的扩大，就是想把中国扩进去。因为它其实国际足联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为了赚钱啊。中国全球第一大市场在美国，第二大市场就在中国，对不对？美国人也不玩足球，是中国人又进不了这个世界杯，所以他就想尽办法怎么把这两个国家给框进去，框进去。所以这个到美国来办，只要美国申请，一定给美国办，这个是他们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就怎么把中国扩编把它扩进去。原来这么都扩不进去，对，原来就20几个球队，后来到30几个球队，现在到40多个球队，还是进不去。就是世界杯扩编的速度赶不上中国队退步的速度。对，没错，你说的。现在是印度尼西亚都打不过了，就预选赛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大概是1981年还是82年，我都忘了。就中国队差一点，最后剩下黑色3分钟，剩下4个队，选2队，参加世界杯。就4个队，最后有一轮决赛哈，4个队，就中国队呢，就积分什么都打到前面去了。那时候还没日本事儿呢，只有南韩，对吧？南韩、沙特、什么伊朗，没有伊朗，科威特、沙特和新西兰4个队争那2个名额。中国队积分什么都靠前，都挺好的。南韩是遥遥领先了。中国队。什么打到最后一场，就是对沙特，对沙特，就是输了就没什么好讲了，赢了就进去了，就可以进去了。不是，结果中国队赢了呢，先输2-0，先输0-2，在马来西亚打，因为跟沙特还没建交，结果呢又最后下半场突然10分钟连进4个，我那时候大学生疯掉了。我们学校的椅子。给踩坏了多少啊！拿起来摔呀，砸的，那个闹坏了。结果最后还是没进去。最后沙特愣是输给新加坡，这是最后的情况，就是新西兰和沙特阿拉伯最后一场比赛。新西兰输了没戏，和了没戏，赢了必须赢5个净胜球才有戏。沙特。那一年硬是输5-0，输给新西兰，最后就天命没辙了。是，对，这么球那一次是最疯狂的一次。当然后来进过一次，2002年韩日世界杯，那个时候我已经看球了。那时候我已经出生了。您前面提的几次我都还没出生，还不知道。但那一次是日本和韩国就起来了。就他们天生就在里头了。对，02年的时候，东道国嘛，对所以中国天生就有优势，就是因为已经少了韩国和日本2个竞争对手。对，那个时候是米卢在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上初中，所以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段时间就大家都踢球，然后我们就课间10分钟的时候，我们都跑到楼下去踢球。我们那时候叫网式足球，因为米卢当时带的什么网式足，就是像网球一样，然后那个互相对颠的。所以我们那课间10分钟，然后我们带着一群人到楼下踢10分钟，然后打上课铃了，然后抱着球一把汗，然后冲上来上课。对，那个时候是，但是02年之后，后来就是越是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02年的时候，当然中国还有一些这个足球运动员在海外留洋，你像的什么
杨晨啊、高俊哲啊，是这至少都慢慢有一些留洋经历啊、郑智啊、李铁啊，到现在就是完全没有，就是中国现在国家队已经没有什么留洋的球员了啊。最近的可能就是郜林在西甲打了几个赛季，他们不是买了一些非洲人啊，对，那个什么埃尔克森啊，就是南美，就是问题就是他规划了一些球员，就是一些什么巴西人、什么南美的人过来，但是依然没有用，就感觉你不管你有多强水平，进入中国足球这个体制，你就完蛋了，你就是什么都打不起来。那李铁部这个中国国家队队长，就是又是功勋，然后现在又是这个主教练，然后现在是又被抓起来嘛，就20年，对，就是李铁太狠心了，就是他从做华夏到武汉到做国家队的时候，就收钱，就是这几百几千万的往上收，然后再送会，然后再做国家队主教练。做主教练以后，你进国家队名单，你要向他交钱，几百万的收。就整个这个体制，你可以看到，就是从下到上已经坏成这样一个程度。对。然后你看日本我们知道就马上要打巴西队。对，16分之一决赛，日本是小组1胜2平，然后和瑞典、荷兰打平了，然后战胜了突尼斯，4-0战胜突尼斯。对，日本的所有的这个26人大名单，基本上20多个全部都是在这个欧洲联赛效力的。对，然后都是很厉害的球员，而且日本这一批还伤了3个主要球员，你像利物浦效力的远藤航伤了，然后在摩纳哥效力的这个南野拓磨也伤了。然后在布莱顿效力的这个三笘薰也伤了，然后这些都是在这个西方联赛都是比较不错的球队和比较不错的球员甲级联赛的。对，但是日本队有个特点，他的水平真的是相当平均，他没有明显的特别的弱点。他唯一的弱点啊，日本队唯一弱点就是他的后防啊。这个高空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热点，的个子究竟不如别人高，块儿不够别人撞不过啊。这个是有欧洲队用那种传统的欧洲打法，就是边路下去或者是在斜角高调进去的时候，总是有点危险。那个总觉得经常有危险，但日本队真的是打得非常好。日本是技术流，所以下场16分之一就日本对巴西。对巴西这场球是非常好看，非常好看，会是非常精彩的。你们觉得谁会赢？日本对巴西？日本对巴西啊，我觉得是5-5波。因为巴西队虽然说是真的是大家都从来都看好的啊，但好像这次表现不是那么对，但这次关键这个没有超级球星，内马尔都没上，为什么？这次上内马尔替补上了，但内马尔他年纪有点大，对，这一次就是年纪大的球员多。这梅西也好，而且这次 C 罗也好，我们就之前看很多大家觉得很厉害的队啊，都纷纷都输给或者是打平给一些非常名不见经传的小队。这是这一次世界杯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我看了这么多场球，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技术水平来讲，已经相当平均了。哪怕那些弱队。对。你像那天我看那个厄瓜多尔对德国踢了个2-1，对，他赢的那一场。厄瓜多那些队员身体素质、个人技术非常好，非常好，真的是，我觉得他绝对不输任何一个南美的和欧洲的强队。问题就是他们心理素质可能要强化，要那种自信心要强化这种东西。你觉得为什么会是什么导致了这个足球各国的水平越来越接近呢？传统强队反而表现得没那么亮眼了呢？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足球国际化，就是很多非洲球队、南美洲球队球员，他都在5大联赛，都在欧洲效力。对，你看这几个非洲球队也好，你像什么科特迪瓦，也就象牙海岸，包括塞内加尔，对，包括什么加纳，他的几个主力其实都是在这个5大联赛效力的。然后包括您刚刚提到厄瓜多尔，其实厄瓜多尔是南美里面，就是这一届来说，应该水平算是很不错的，他在预选赛很不错的，他的防守很厉害，他那个后卫因卡皮耶是阿森纳的，然后他的这个中场卡塞多是切尔西的，所以他本身当然他前锋比较弱，瓦伦西亚以前是曼联的，但是现在已经岁数很大，40多岁了。
但整个来说，这个球队它的主力框架是在欧洲联赛效力的。对，所以你像日本、韩国，它的主力很多也是在欧洲联赛效力。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都是在这个5大联赛效力，最强的球队踢的。对对，所以大家这个差距没有10年前或20年前那么大。没错，你像昨天我们看那个，昨天半夜了，埃及和那个伊朗，对，那个埃及的那个沙拉。对，萨拉赫，他也是在英超的，但他昨天表现我觉得一般。对昨天表现一般。埃及那个马穆什是曼城，也是这个比较一流的球队。对，所以现在这个差距就是各个球队之间差距，但就算差距变小了，但是中国队和他们的差距还是变大，越来越大，连习近平都没有办法。而且我看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像以前我们看球啊，好像球星特别多，特别是一些传统强队，德国队呀，这个阿根廷啊，今年好像能叫上名字的，像我们这些不是这个铁杆球迷的，完全不太懂球，就知道什么 C 罗啊，什么梅西，还有那个法国那个姆巴佩，姆巴佩，好像特别有名的球星越来越少。这种这个人才是因为人才更迭的太厉害呢，还是说大家水平太接近了？这都是一代一代的，我觉得都是一代，因为这前一代的球星啊，光芒四射，把下面全部给盖着，你知道全都盖着。况且现在不知道，可能是吃了这玩意儿啊，这是真的。年龄越踢越大，以前踢到30岁就退役了，基本上你是跑不动的。OK， 30岁左右。你像现在，像 C 罗40了，41，对，那个38了，对，还能踢，还能跑的，还是对。哎，这踢那么好，踢得非常精彩。他们还有相当多的这个实力，就是说这个跟人的这个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就是他以前就是换代就10年左右就换，现在他多踢10年，你们这给压在下面了。球队我是绝对主力，有绝对明星，你就把后面的人压住。其实这一次有一些年轻球员冒出来，踢得非常好的。但我都叫不出他名字的，我看那样子我可以看出来。对，包括这个有一些这个那次跟日本队踢那个叫荷兰就有非常年轻的，包括挪威的也有非常年轻的。哈兰德，对，他是我这次知道的。哈宝，他那个长相特别好吧？对，他很好。他那个脸被做了很多梗，你知道梗涂在网络上。他在中国现在也很红，哈宝。而且这挪威队这次在美国是大的这个露了脸，很拉风，对，划桨式，这场比赛我现场去了。哦，你去了啊？我看那个挪威打塞内加尔，新的西，对，My Life。是那个挪威球迷是很现场，大概至少有1-2万这个挪威球迷穿红色，好多。对，然后他们庆祝动作很特别，就是那个划桨，就是1、2、3，围巾划桨，1、2、3，然后比赛结束了以后，维京海盗嘛，Viking，英文叫 Viking Row，就是站在那个场中间，就在场中间划桨，他还自己去打鼓，那个队长 Odegaard，然后在那儿，对，来，对，你必须得讲一下，但是这个跟足球有关，吃了这个，以前我们都传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韩国队打得好，韩国队在亚洲第一。啊，然后我们吃参，哎，我们每人说，老是说这个韩国队为什么打得好啊？什么呢？他们这个带着一根人参在场上跑，那不行，啃一口。对，赛前吃一根人参，对，所以我们也有这个人参，我们是黑参啊，9蒸9破，至少要经过3年的时间，所以它质量是非常有保障的。然后啊，我们除了这个原参之外，还有口服液。所以这种的，哎，对，这种口服液是打开即开即食，也非常方便。对，我们现在就可以开一个，还可以。对，体力我需要补一下。对，开了直接我们试一下。它这个黑参，它味道是有一股比较浓郁的黑参，所以稍微有些苦。对，所以你可以加一点蜂蜜之类的，或者是直接这么喝都是可以的。对，黑的看着跟威士忌似的，对吧？对。我这喝完基本上可以去参加比赛吗？今天晚上熬夜看球是没问题的。OK， 对，这我太太该提意见了，怎么还不睡？
什么感觉？喝是？那还能什么感觉？不难喝，不难喝，我也喝过，对，不难喝。我有时候会加点蜂蜜在里面，对，加点蜂蜜可能会更好喝。对，这个确实是。天热时候那冰一下，对，冰，对。人参不是有那个中国古代的人参啊？就入这个入药的本草纲目啊。对。以前的中国在这个以前就是金以前，就是宋金宋金时代那个以前中国的参全部是山西出的，现在呢都叫党参啊，现在党参就是山西上党，那个地方出的。后来呢，就是质量更好，就是辽参，辽参就是东北的，就是东北就金国人呢觉得自己吃的多，为什么什么金兵满万，天下无敌，就是说号称是吃这个长白山上下来的，所以后来呢，就是就。长白山可能给大家挖差不多就是高丽参，韩国了，高丽参，对，到长白山南面去了。对，高丽参，所以这个，这就是高丽参吧？是高丽参，黑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我们这个频道下方的链接点一下，然后使用我们的优惠码，然后现在是满500块钱会送1根黑参，然后欢迎大家去选购黑参，满3000还会送一个这个更加稀有的。黑参特级黑参，特级的，对，百年黑参，更大的，更稀有的，更大的，100年生的，1000年老参，不，倒是年头没那么长，但它整个那个个头更大一点。对，因为这个通常是6年生，6年生，这个是6年的啊，这是6年生，这是6年，对啊，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那什么，值得提一下，这个普瑞堂公司啊，你看你们自己去买啊，去看买人参，能保留这个黑参根须部分的产品特别少，因为根须很难做嘛，都断掉了，化掉了。可是普瑞堂呢，它这个工艺特别好，所以能保留根须。根须里面往往是很多营养精华。这个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确实效果非常好。我那边也是很多朋友买。好，只是6年的，到100年以后，号称它就会自己长脚跑了。那你就不在这儿了，这我们这抓不着它了。但好像今年世界杯韩国的表现。不是很好，今天不行吗？今天韩国是1胜2负，积3分，很有可能会进32强吗？悬是吧？比较悬，我们要看今天的几场比赛。跟一个什么？他赢了捷克，输给南非和墨西哥了。对，就是主要是输给南非。他要是打平南非，他就晋级了。其实他那个他输给南非和这个。其实输给墨西哥那一场，我觉得他的守门员都应该负极大的责任。是。那个就是完全不应该漏的，不应该出这个问题的那个球，这个非常非常可惜。是，所以目前看起来亚洲足球还是看日本。对。那日本其实之前雄心壮志，好像要夺得这次世界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日本，其实这个路不是很好走，就是下一场就是碰巴西。对，对。但打过了这个，你说真的说打得好的。我看了法国队真的是打得好，非常流畅，非常流畅。就是说，如果让我选大热的话，我可能会选法国。对。那如果我们说世界杯，您觉得谁会夺冠？您会选？我会选法国。法国。对。西班牙呢？这次我看之前说这个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嘛。对。这3个国家好像是比较热。我是觉得西班牙呢就还不稳定，就差一点。法国真的是打得非常流畅。这个整体啊，非常的活。本来我是挺看好英格兰的，我觉得英格兰这个老牌，对，有这么多球星在里头啊，对，这身价可能比法国还高啊，但是他们打的后面那一场就很涩。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中间卡在什么地方，配合的不好。对，就有种10年前英格兰的感觉。对，就是都是大牌球员，但是场面好像就是就出不来，就是他是缺点什么东西，我也说不出来。就是他缺一个中场的一个灵魂，那个灵魂必须是一个人带2、3个人，这个是很奇怪。那是不是就像阿根廷这种，梅西带着整个队伍？阿根廷其实是有冠军相的。是吧？对，因为现在是个分组也出来了，就是说这个32强，阿根廷第1场比赛打福德角，对，然后在阿根廷那个1/4半区，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强队，就是可能是就哥伦比亚和葡萄牙的小组的胜者
那目前看起来有可能是哥伦比亚。所以就阿根廷这一路上，如果进前4，就进半决赛，不会有太大的阻力。然后接下来就是半决赛，半决赛那各个都是强队。不管你是英格兰也好，或者是其他球队也好，对，法国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半区，但是法国、英格兰、阿根廷、西班牙这几个肯定还是大热。对。你怎么看美国队？美国队啊，波切蒂诺不是说美国要夺冠吗？对，谁说的？美国主教练说我们要夺冠。他不是现在美国有个 slogan 吗 ？Why not USA？Why not USA？ 这夺冠不太可能了。但是你觉得美国队最远能打到哪儿？8强是没有问题。8强应该可以吧？因为1/16决赛是波黑，是比较弱的一个欧洲。对，波斯尼亚。他下一场是波斯尼亚，这个非常大的这可能性。美国队是一个很奇怪的队。是他有时候爆发起来，真的也是突然一下子。对，但他也是他不稳定不持续。对，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美国队也没什么著名的球星是吧？没有，完全没有，好像。美国队就是说他最后一场小组赛打土耳其，然后输掉了嘛。然后那场比赛美国队上替补阵容就 B 队。对。然后我看有美国球迷评论啊，说感觉这个以前熟悉的美国队又回来了。就是。比较怂的那种，不是攻击力极强，但是漏洞极多。反正防守挺弱的，就是会让球迷失望。但是美国主力阵容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上主力阵容。对，美国主力阵容是有一些在5大联赛效力，你像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然后巴拉根是这个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他是阿森纳青训出身，现在在摩纳哥，然后在法甲踢球也是不错的几个球员。包括还有在埃因霍温效力几个球员，在尤文图斯的麦肯尼，所以整个美国的主力阵容还是有一战之力。但是你如果说真要和法国比，和阿根廷比，和德国比，我觉得还是差一些。对，所以我觉得8强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4强就是运气非常好。决赛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摸到。怎么看吧？咱们看。虽然在美国踢是吧？虽然在美国踢，虽然川普也加持了一把啊。对，我那天看的时候，他起码有2个运动员是可以选择另外的国家队，但他选了美国。哦，对，就他可能是父母，就是说他比如在另一个国家，对，其中有个黑人，说是尼日利亚的。他是先在法国的，后来又跑到美国来。对，其实他可以选在法国国家队，或者是选美，他选了美国队。当然，如果是我也选美国队啊，是吧？这到美国来就绝对主力，绝对主力，而且市场大，美国这个市场也大。对。足球好像这2年突然在美国开始有人关注，以前没人。你知道我来美国20多年了，刚开始美国人没有看球的，对，都是橄榄球、棒球、篮球、足球世界杯人没人看的，结果就是几年前5、6年吧，4、5年、5、6年，突然哒，慢慢推，和移民有关系，有很多拉丁美洲移民。是。我看我看那个世界杯的门票，其实拉丁美洲的球队门票非常贵，很难抢。你像厄瓜多尔的球票，其实你想厄瓜多尔本身是一个小国嘛，那球票为什么那么贵？而且很多人经济也不是那么好。对，很多人连厄瓜多尔这国家在哪都不知道。对，就是因为就那个纽约号称是厄瓜多尔人口第3大城市。纽约啊，纽约号称就是相当于皇后区那边 Queens 那边。对，就是纽约这个地方是你像这个中国人多，韩国人也多，就是南墨西哥人也多，哪里人都多。是。所以这个福德角的最大海外社区是在美国，就在美国。对。他那50万人，据说有20万都在海外，有20万在美国。那赶上犹太人了。对，他那个福德角也是，像今年那个什么 Caruso 那个什么库拉索，对，他们也是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国家。我也没听说过，不是世界杯的话都没听说过。我居然打进决赛圈，有一个国家我不知道是什么国家，我还到去查到，哎呦，这么小一个岛，天哪，我的天，是太绝了，这也是。其实也是这个FIFA选择在美国举办世界杯也是选对了。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然后全世界各地人都来，对，而且有钱人也多。美国人真的是这个各个族裔的有钱人也多，也能看得起。球票这么贵，你看都坐满了，太夸张了。你那场多少钱？我那场
这个400多，不到500块钱起价400，那你就是 face value。那你不是坐得很远？对，我是第3层，但是我是第3层的第1排，就是还是能够有个好的 view。说下面都得上千。我不要说下面了，我旁边的人。他们花了1000块钱买的，对，当天买的。我说那个一看几个学生，他问我票多少钱，我说我400多，他说啊，我说我们是1000块钱，他是当天买的，就是比赛当天买的。对，就是我本来想，还是很惊人的，因为我儿子喜欢英格兰队，他在英国待过很长，但是英国我说我送你个礼物，买一张英格兰票，一查最远那张要600-700块钱，我说算了，不买了。最远的都600-700。但是下面那个几千上万的还有，对，这就都平均是1万多块钱那张票靠前面的，对，到决赛到1/4决赛、半决赛更贵，根本看不起，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有钱人。我一看那现场全坐满了，全坐满了，真的太夸张了，厉害。所以宁愿在家看一电视啊，对，其实够厉害，对。其实电视看着挺清楚，现场就是气氛好，体验一下就行了。你看球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家看特闷你非得找一个人多，大家一起砸杯子，踢椅子。所以以前我在国内，我看那个一到球赛，大家跟过节似的，全聚一起吃烧烤。我就不懂球的，懂不懂都觉得气氛特别好，吃着喝着嗨着啊，进球了高兴啊喊。对，当然是在美国就比较麻烦。其实美国你知道他们那个 Super Bowl 的时候，他们也要聚一块看，他们也不自己。美国的那个 sports bar 特别多，是全都在看，气氛好嘛。对。哎，我再问一个特别外行的一个问题。我刚刚就说节目开始前我就说我要问个特别外行的问题，因为这些就是说你看球星梅西球王，C 罗是吧？之前还有马拉多纳的太老了，你这么说，好多人问我说 C 罗和梅西谁厉害？川普问的问题，川普在白宫他也问这个问题哎，那你们怎么这种外行的问题你们怎么回答？这一场的表现来看很明显是这个梅西要表现好。那个 C 罗其实比梅西有他的更好的特点，就是他的速度更快和体力更好。但是因为你年龄大了你这个最大的优势，你爆发力的这个优势，你发挥就不出来了。你看梅西踢球，平时站那就懒得不得了，是吧？站着不动，但球一来马上擦啊！对他那个经验老道，他就靠最后那个经验，靠那个技术创造那个机会或者自己进球。他在他们那个队上就发挥这个作用。但是 C 罗不一样 ，C 罗他以前是既在前面，他又有时候跑到中卫去，就跑到这个腰上的位置传球啊什么，这个是非常需要体力的。他也冲回去帮着防守，这也是非常需要体力。到了40岁，他能踢到现在这个，我已经觉得这哥们儿已经真的是黑参不知道吃了多少根，这真是够厉害的，真是。但是呢，目前情况看，很明显是梅西比他的状态要好很多，毕竟年轻。对，而且梅西上次一场进了2球，我看那个他那是跟谁比赛我都忘了，点球没踢进去。阿尔及利亚那场，对，阿尔及利亚是吧？点球没踢进去。奥地利踢奥地利是奥地利吗？对，踢奥地利的时候点球没进，后面进2个球。对，连进2个嘛。对，他本来是。所有人都很激动，说他进这个球，他就是这个在世界杯里面进球最多的一个了。什么，啪没踢进去，大家结果后来连进2个，他进了以后，那个解说员说啊，这才是梅西风格嘛，点球咱们不要，这只要专门要凭本事踢进去一个如何，他确实是他的那个。脚法非常细腻，他的那个球感非常好。最关键的什么呢？你知道，你搞战争叫战场感知，就是你站在球场上，你对这个球场的形势，你的队员在什么地方，这个人跑得快还是慢，他的头球好不好，他的脚下怎么样，你怎么传球，这个在场上并不是说你拿个计算器算一下的。它是有一种，它是有一个 instinct 的东西出来，直觉，对，一种直觉，你就要做出反应的，这个就是球场感知。很多时候我们看电视说，哎，你为什么不传呢？他看不见，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站到下面跟大家一样高，根本就看不见。
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中国队踢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球场感知，他的中场队员的球场感知，就是这个战场感知啊，非常差，非常糟糕。雷达的那个太落后，雷达太落后。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这一块梅西比 C 罗会更好一点？其实两个人都差不多，C 罗那个传球也传得相当好，他的感知也非常好。就是说，那个 Messi 也是，他们俩感觉这球星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讲这个梅西的，C 罗的，就是怎么呢？他就是发角球踢出来以后把灯关了，看过，因为你完全看不见，就凭你的感觉去踢那个球。居然3个球他都踢中了，而且踢进了。这是空门吧？空门就你帮球传出来以后，他就完全这个一出来，在他脑袋里面，他像人工 AI 似的，他的那个球路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你知道，在那个禁区里面跳起来顶球啊，就是尤其是角球或者定位球啊，你怎么判断那个球会飞多远，会飞多高，速度怎么样？那个完全就是感知的问题，那完全是感知问题。很多人跳起来，从上面飞过去，所以那个，你看那个法国队，这方面真的是很厉害。对，这方面厉害。他有几个球员在那个空中的这种感觉啊，真的是非常好。那个 C 罗也是感觉很好。对，这个问题，子定你怎么看？C 罗和梅西，C 罗和梅西这个问题会得罪人，得罪很多球迷，得罪很多球迷。对，我个人更喜欢梅西，更喜欢梅西，更喜欢，但并不代表他更厉害，是这意思吗？目前这届世界杯，梅西比 C 罗表现更好。当然年龄是一个很大因素，因为其实说句实话，你像我以前踢球，你过了30岁，每过1年，你的就体力啊各方面下降很大。现在 C 罗41，比梅西其实大3岁。对，所以这当然是有一定影响。然后梅西就刚才那个石山分析很到位，就是你如果看比赛，你看梅西80%的时间他是站着的，对，他就是在那，他正在这样，就站着，对，就是有的时候防守的时候他站着那儿，然后进攻的时候他也站着那儿，对，然后看到一个机会突然跑起来，对。是这样，然后你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你如果看全场，你会发现梅西基本是不动，但你如果看赛后的视频集锦，全是他在动，全是他在跑，全是梅西在跑，就是他投机取巧嘛，这不是？但他很聪明，他很厉害啊，对，这是他厉害。你要把我放在我都找不到这机会嘛。对，但是很奇怪，阿根廷全队队员喜欢梅西，对，但是葡萄牙呢？未必那些人那么多人喜欢 C 罗。我看有一个之后，就是他那次进完2个球之后，有一个平球的说，但是梅西是这队的灵魂。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球员能一个人把整个球队10个人啊全部带起来，而且所有人都会围绕他，而且就像那个心有灵犀一样，知道球应该往哪传，什么时候给他，什么时候踢给别人，就是说他成了这个队里的灵魂。对，说阿根廷队如果没有梅西，可能这个队就差很远。对。他那个是真的是，这个我们踢球知道，有时候一个队员他一上来，你这个整个这个球队啊的状况就不一样啊。对，这个我们气场就不一样，对，气场就不一样，大家的感觉就不一样，莫名其妙的，就并不是说他就踢中了什么或者怎么样，他这个是有一个这个默契，这个莫名其妙的 WiFi 一连有一个化学反应，就出来了。像这个谁，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公牛队 NBA 的那个乔丹乔丹只要一上来，整个公牛队那5个人整个加起来活了，一下起来了。乔丹下场的时候感觉就不行，这很有意思。对，这个是体育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也就回过头说中国的足球队，我认识一些专业的球员啊。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在场上有这样的感觉，你下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时候教练就会搞你啊。你明白那个道理吗？就是说人气太旺，你人气太旺了，怎么大家都不听我了？对，不听我的，怎么老听你的呢？
这是中国妒忌心啊出不了超级球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有这样的人就很早就被踢走了。可能你想我们在大学也有这种情况，而且足球说句实话，你想给人穿小鞋太容易了，对，场上不给你传球，没错，或者是防守方我故意下黑脚，限制你，对。然后这个教练不给你安排出场时间，或者是坐冷板凳，或者是给你安排到不好的位置，不喜欢的位置，就是你如果不在这个队里面，或者你如果不仔细看球的话，你外人很难看出这些猫腻来。但是足球因为是11个人的运动，你就算一个人再厉害，如果你不在合适的位置，或者是别人这个和你合作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踢下去。没错。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会更容易形成劣币淘汰良币的这样一个这个局面。你看这次梅西踢那个球，就是那个球员他那个球过来先传给其中一个球员，就阿根廷队的那个球员把腿一抬球过去，对，他漏给他，他就是要漏给梅西。那个是完全就是心有灵犀，对。你要是比如说我可能就踢一脚就进不去，就球废了。那个球，我这样说吧，当那个球打到第一个球员的脚上，的时候，漏的时候，刚一漏，梅西才准备去踢，绝对来不及。对，他知道他要漏，他也就漏给他，而且他没看着他。3个人是一块动的，对，然后他就过去以后，他就一漏，梅西那个动作，行云流水一下，一脚进去，一下，这个绝对是这个配合的太好，这是化学反应，对，这是化学反应。这种配合得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有妒忌心，你不能说。这个球不能给你，我这多好，我踢进去我要出名啊，是吧？得我来呀，你就废了嘛。他还不能有妒忌心，还得互相配合的好，还得知道那个位置在哪儿，有这种默契感。这个跟这个球员的这个个人特质也有关系。我看过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哪儿的，就是有一个好像欧洲的一场比赛啊，那个后卫大脚往前踢过去以后呢，那个球飞到前场，在地下蹦了一下以后，越过守门员就进去了。但是有一个前锋已经追上去了。前锋追上去以后，那个球眼看着就要进了，是吧？这个前锋伸脚捅了一下，这个球就变成他进的了。全场嘘声。要我也嘘他，你这因为抢功劳去了。对，因为呢，如果他不碰这一下，球也进。这个就是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就是最远的进球了，你知道吗？在后场自己禁区也踢进去了。这个就是他就是我这进球数就是在我身上了，砰就踢了这么一脚。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球员，他回到队里面，双方的关系会什么？这个化学反应就没了。对，是就没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对，人格还有对，像我们在如果年轻时候踢球啊，自己的队员在场上踢的那个表现再不好，都要过去说没问题，踢得好，就一定要这样的。团队嘛，一定要是团队的。对，所以这方面其实。梅西，我觉得梅西可能比 C 罗要做得好。对，你有一个观察点就是，你看梅西到美国踢球，他现在在迈阿密踢球，他有很多前队友或者朋友跟着他去。你看像苏亚雷斯，现在有德保罗，包括布斯克茨都跑到迈阿密跟梅西踢球。就说明双方在过去合作过程中，双方是有很深厚的友谊和信任的。但是你看 C 罗是无论从曼联到皇马，独行侠到尤文图斯到沙特，没人跟他。对，他是最顶级的球星，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人愿意跟着 C 罗去。然后我也听过一些这个传言，对，说他为人可能是不是就跟梅西可能不太一样吧？对，他是一个独行侠。独行侠，梅西呢是一黑帮一大帮，带着黑帮哥们，带一帮小兄弟。对，这个是不一样。像这就是你要前几个一个星期前，纽约不是疯了吗？就是 Knicks 不是拿那个 NBA， 他那个球星也是啊。他那个布朗森，对，他是要给他签2亿，是吧？是2亿吧？他是少拿了1亿的合同，他要给他签2亿，他说我只要1亿，另外1亿给那些哥们儿是吗？我那有几个哥们儿打得很好的，你能不能把他们搞过来？这个你知道所以他这 Knicks 打球那个就疯起来的时候，
那个之间的化学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感觉。对，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缺少的。共产党，我们老说美国人，西方啊是这个个人英雄主义，但是他这个人英雄主义是在一个集体的意识之下，这个结构的上面，它会出来的。所有人去为了这个个人英雄主义，这个个人也是为集体的。这个就是这个英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国王，圆桌骑士，那个爱德华一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那个精神出来的。你知道，中国的这个，他没这个一天到晚强调集体主义，但是中国的集体主义是压抑个人的特征来造成集体主义，这个就完蛋了。这个集体主义，集体也没有，是个人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是我经常跟朋友感慨，马拉多纳、梅西这种在中国根本就踢不进专业队。对，个子不够，对，小矮个。中国是要求这个你初中生必须1.72米了，你这才能踢的。对。你不到1.78米，你根本就别想进专业队了。对，那这几个根本就进不去。所以这非常搞笑，他强行要求统一的时候，他把个人最优秀的特质把它砍掉，全抹杀掉。而且他不给，就是说你如果比较年轻，然后又有才华，在中国体系你很难有这个你空间去发挥，因为它里面本身是讲这个有等级制度，有这个山头。你一个年轻人，你比如15、16岁，你进一线队了，我一线队我是有队长，我是有老大的。对。我怎么能让你这样，或者是你教练怎么样？你是不是进来要有一些表示？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金钱上面的一些东西。对，所以没有梅西成长的空间。前两天有个新闻，你看中国有个民间的青少年足球队，纯民间的，在欧洲踢欧洲青少年被拿第1名，对，把欧洲一堆强国全踢趴下了，名不见经传。这回到国内，党媒也不报道，不能宣传的。足球协那帮叫什么那足协啊，起来还骂还说他批评他们这个在前两天在这个中国闹得非常凶，叫恶意夺冠。对，恶意是吧？对。你看不是说中国没有能会踢球的，你看人家组织一帮私人的，就民间纯民间，官方有关系，人他踢多好，是一走到官方就完蛋了。这其实还是这个共产党这个体制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足球确实是一个个人和集体的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运动。是这个在中国。社会体制也找不到这个，体育的这个运动也找不到这种感觉。对，偶尔找到了，很快又没了，因为它那个制度是畸形的。对，这个社会畸形，它没法积极的培养一个正向的东西。好东西到他那儿都完蛋了。所以说中国人妒忌心比较厉害。对，你踢好了，凭什么你啊？我球不传给你，怎么着？你这个你就搞不懂。球场上有很多这种小道的。对，所以。石山一看是踢过球的，你懂这个？他其实脚上的疤现在这没有，被人放倒了，这都是疤。对，踢球很容易火气大。我以前踢球的时候打起架来很正常。我们小时候一块踢球的，其中有2个都断了胳膊的。哎呦我天！这都是我们断胳膊那是打架断的吧？不是踢球断的，踢球断胳膊，踢球断胳膊就是跳起来以后被别人在下面一顶，落地的时候手就骨折了。你球场上很多这种小动作，他要是看你不爽的话，给你搞你那是很搞你的话，你所以要自我保护要特别强，要特别那个。但是然后就这样。然后我们也说，哎呀，总理又来了，总理又来了。哎，你看今天我这个不懂球的，跟你们还聊了半天。对，是，说明这个球它不光是技术本身啊，它体现出很多社会问题。没错，是，它有一些心理上的话题挺好的。这足球之所以让人着迷，就是看这么那个什么，就跟这有关。对，它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它有战术、有战略的，又有技术的东西，所以这个，而且就算一个很强的队，他有时候也打不过那个比较弱的队，对，扶得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世界杯或者说足球的魅力，对。然后世界杯进到现在，然后大家各自都有支持的球队，不知道
就我必须得支持日本队，你必须支持日本，对好，我必须得支持日本队。为什么？或者是美国队？为什么？美国队不用说了，美国队我理解你在这对儿，哎，为什么日本队？日本队起码是个亚洲队啊，他们的体型就跟。当然不是我这个体型了，是你这个体型，比较这个就是中国人这种东方人的体型。对，就是说起码是一个东亚人吧，他都不是说阿拉伯或者伊朗那边那个也是这是白种人的那种，他也是就是真的是东亚人种的这种。我们一直以为东亚人是足球上是打不过别人的，体力也不如别人好，跳速度什么的，但是其实你看日本队告诉你。不见得是，哎，所以我们就必须支持他。对。现在中国球迷大量都在支持日本队啊。很多支持。那个，你可以呼吁一下观众，看到这期节目朋友在下面留言，你支持哪个队？对啊，留言。您觉得谁能夺冠，或者您支持谁？支持日本、法国、梅西还是 C 罗？欢迎大家留言。对，那个子定，你支持哪个队？石山支持日本队，你呢？我其实亚洲球队也支持日本队，我其实很喜欢现在日本队这个森保一的战术，他基本是3-4-3的阵型，后面是3个中卫，对，然后2个边翼卫，然后中场2个后腰，前面3个人，然后日本队其实他这个体系，你看森保一日本小组赛3场阵容，这3场阵容他其实每场阵容都不一样，而且变化都很大，就说明他这个体系在，然后每个人我可以去换，他的能力都是可以换的，所以。面对巴西其实是就是他没有以前那么强，对，但是现在也是一个传统强队，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又号称亚洲巴西。日本最早学习足球就是从巴西学，对，所以日本是技术流，巴西也是技术流，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会非常好看，是一个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对比。对，如果在这场对比中学生获胜的话，我觉得故事性会更强。没错，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所以我支持日本能走多远走多远。当然我也支持美国，美国毕竟跟石山一样，咱们俩人。来干一杯，没。你俩你看你们一说就。懂球的什么技术流啊，什么阵型啊？我要说一个啥呢？你看这次日本队第1场完了之后，日本球迷干了个啥？拿着蓝袋子捡垃圾。对，这个事儿成了世界杯的一个特别亮的一个梗。现在很多国家都跟着学，想学，都跟着学。哎呀，你别说，我那天现场看球，看完球以后，我旁边的美国人吃的什么一扔一地，就是那个日本球迷这次就这个告诉我，这个东亚人，这个其实咱们中国人，他是日本和中国学的嘛，多爱干净，礼仪之邦，那个文明那个程度，全捡得干干净净的。冲这一点，我觉得我也应该支持一下日本队，知道吗？我也支持美国队。我那天看到一个中国人登了一个视频，说骂日本这个行为。为啥？说你这么干了，别人球场的工人挣什么工资啊？你看这个思想，这是什么？这个很畸形的思想。他说他是用中国思想去，没错。中国的老板说，如果这个活别人干了。你没活了，我不给你工资。美国不是这样的，对，美国按小时，就是你到了，你这个球迷是，对，你就是不干活你也拿这个工资，他不是临时工，好吗？对，所以这个共产党治下，就咱们一定要讲到是共产党把老百姓的这个思维扭曲的多奇怪，人家捡个垃圾你也不干，对，他还说什么你们日本那么脏，干嘛不在家里面，非得跑到国际场合去捡？日本哪脏？日本多干净，对，我日本都知道，日本多干净啊！这是中国人典型的为什么球踢不好的原因。就是妒忌心，对，就说你看不得别人好，你不能你好肯定是有其他或者见不得人的原因，有目的啊，我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让你好，恶意捡垃圾，一定有朕要害，一定有人要害朕啊，就这感觉。我不仅不要让你好，我不能让别人支持你，所以那我得跟你俩不一样，看你们支持日本队、美国队，我就支持阿根廷队得了。其实我也支持阿根廷，因为梅西确实，我就看了很多梅西踢球的这个技术，那不用说了，再听你们俩一讲。这个人是很有意思，所以呢，而且还有一点，梅西很反共。去香港去年前年，那个特首要跟他握个手，他但是悄悄的，梅西人他很聪明，跑了不讲话，溜到后面去了，不给他握手，对，合影他也不在哦，然后出来比赛他不参加，一直坐冷板凳，因为他还那个给刘晓波签了一个，刘晓波那个，因为刘晓波是球迷，然后梅西好像当时在巴萨的时候给刘晓波有个签名的球衣和明信片，对，所以冲着这一点，我支持阿根廷队。所以中共现在是，这个阿根廷的比赛啊，
刻意不放梅西。梅西的进球了，他们就搞点什么广告遮掩一下，那就刻意的搞一下。球迷更想去看了，那你不是你越挡着越想看嘛？对，这从这点支持梅西。行，那咱们看吧，反正是今天晚上是吧？巴西和不是周一，巴西下个周一，巴西日本对这场比赛一定要看，下午1点钟，美国时间下午1点钟。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支持谁？欢迎大家留言。那我们希望。无论是日本也好，还是阿根廷也好，能够越走越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我们先约好啊，等这个打完了，咱们再聊是吗？再聚一次，好吗？行，到时候看谁对了哈。好，再见，大家再见，拜拜。